原子的质量和体积都是极小，普通单位如千克或克都不适合表示它们的质量。由于我们不能直接计算原子的质量，因此我们如何估算原子的质量？例如，一个碳原子的质量是 1.992 乘10的负23次方克，这样细小的质量。因此，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计算原子的质量。我们通常用碳原子的质量作为参比标准，我们使碳12作为标准。过去，科学家们尝试使用氢气和氧气16作为参比标准，但往后发现较重的元素和发现了新的同位素，导致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对这两个质量数用作对比参数存在分歧。直至1961年，科学家最终同意选择碳12同位素，它有6个质子和6个中子，成为标准原子。然后他们将碳12定为12单位，称为原子质量单位 AMU。将其他原子的质量数与此参考标准进行比较，设定质子和中子的相对质量分别等于1。与元素周期表上的其他元素相比，碳12的原子质量可以精确地测量。因此，将碳12定为12单位，因为它的质子和中子的相对质量是非常接近1，电子的相对质量接近0，因此同位素的相对同位素质量大致相等于其质量数。相对同位素质量，它是通过与某物质比较后的一个计量单位，被选用作为对比的物质是稳定元素碳12原子作为参比标准。例如，根据碳12标准，镁原子的质量是碳12的质量的2倍。因此，镁的质量是12乘以2等于24。计算相对原子质量方法一，大多数元素有多于一个同位素，在自然界中存在。以氯元素为例子，氯有2种稳定的同位素，氯35其丰度为 75.4%。氯37的丰度为 24.6%， 元素的相对质量与该元素低的相对丰度有关。我们说的丰度，意思是某种同位素相对全部所占的百分比。例如，氯35的同位素所占百分比为 75.4%， 另外氯37的同位素所占百分比为 24.6%。从以上数据可以计算出相对原子质量。在考试试题中，尝试计算氯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准确度是小数点后的一个位。计算相对原子质量的方程式是将各同位素的质量乘以它的丰度的总和，除以所有同位素的丰度之和。首先将每种同位素的质量乘以它的丰度，因此对于氯35同位素，是将35乘以它的丰度，是 75.4， 而氯37是将37乘以 24.6， 然后我们将这两个数字相加，由35乘以 75.4 得出2639，另外由37乘以 24.6 得出 910.2， 最后再将2639加 910.2 得出 3549.2，除以丰度之和，即 75.4 加上 24.6 得到100。因为只有2种同位素，所以它们相加起来应该是100%，它们代表所有的氯原子数量。最后，我们将 3549.2 除以100得出的答案是 35.492， 但是问题要求小数点后的一个位，因此氯原子的平均质量为 35.5。计算相对原子质量方法2，注意 35.5 的相对原子质量不是任何单一粒氯原子的相对质量，
而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氯原子的加权平均值。